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银铃智囊，我是张涵。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件事，可能让不少住在美国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华人同胞，晚上要睡不着觉了。如果你还以为美国国税局就是那个 IRS， 依旧是靠着老掉牙的电脑、慢吞吞的速度，每年就随机抽一小部分税表查查，那你可真是想错了。时代变了，朋友们，而且变得比你想象的要快得多。眼下已经是2025年年底了，马上我们就将踏入2026年。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2026年将会是美国税务监管一个翻天覆地的分水岭。国税局已经正式宣布，他们将全面启动人工智能查税模式。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什么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这是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政策大转向。为什么我非得把2026年这个时间点单拎出来说呢？因为过去这几年，国税局可是从联邦政府手里拿到了将近800亿美金的巨额预算。这笔钱除了用来雇佣更多全副武装的查税官，最核心的用途就是彻底升级他们的数据中心，全力开发一套代号叫人工智能合规系统的工具。这套系统可怕在哪儿？它再也不靠人工去随机抽查了，而是通过大数据抓取和模型匹配，对全美每一个纳税人，是的，是每一个，进行全天候360度无死角的财务扫描。特别是咱们华人朋友最关心也最紧张的银行账户流水问题。从2026年开始，这张监管的大网会收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首先，咱们得先打破一个幻想，一个很多人还深信不疑的幻想。不少人觉得，只要我单笔存取款不超过1万美金，银行就不会上报给国税局，对吧？我告诉你，这个观念在2026年的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彻底过时了，完全没用了。以前国税局查你，可能是因为你触发了某条特别明显的红线，比如突然一次性存进去一大笔现金。但现在人工智能的逻辑叫做流水追踪。什么叫流水追踪？就是说，只要你一个年度内账户里累积的流入资金或者流出资金超过了一个特定的门槛，系统就会自动把你扔进高风险名单里。根据国税局自己发布的最新合规指引，对于那些涉及商业活动、自由职业或者拥有海外资产的账户来说，只要你年度内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结算额，或者你所有银行转账流水的累积额超过了600美金，注意是600，不是6000，也不是6万，那么这些信息就可能被自动打包汇总到国税局那个庞大的数据库里。大家听清楚了吗？是600美金。虽然关于这个600美金申报门槛的争议在国会里吵吵嚷嚷了好几年，但在人工智能系统的底层代码里，这条线早就画好了。从2026年起，国税局会重点打击的就是那些利用支付宝、微信支付或者美国本土的各种转账工具、网络支付软件来规避申报的行为。人工智能会自动去分析你的生活开销水平和你申报的收入数字能不能对得上。举个例子，如果你报税表上写的年收入只有3万美金，可你的银行流水显示每年进进出出有10几20万，同时你还住着100万豪宅，开着豪华车子，放在以前，要是没被抽查到，你可能就混过去了。但现在不行了，人工智能会自动去抓取你在车管所的车辆登记信息，在县里的房屋交易记录，然后回过头来跟你填的报税单一对比，只要数据对不上号，系统根本不需要经过税务官的批准，立马就能自动生成一份补税通知单，直接寄到你家里。这对于咱们很多有跨境资产配置，或者是做代购、开餐馆、搞装修的华人朋友来说，冲击力简直是颠覆性的。很多人习惯收现金，或者通过亲戚朋友的账户分多次小额的转来转去。我必须严肃地提醒各位，人工智能最厉害的就是做关联分析，它能用算法把你和你的配偶、亲戚，甚至生意伙伴之间的资金往来规律摸得一清二楚。如果你还想用那种分多次存小额现金的办法来绕过传统的1万美金上报红线，这在法律上有个专门的名词叫拆分交易罪。在人工智能的眼里，你这种操作就跟在街上裸奔没什么两样。系统会精准地计算你存款的频率和金额规律，一旦判定你是故意在规避监管，那你面临的就不只是补税了，可能是巨额的罚款，甚至上升到刑事指控，那是要坐牢的。
咱们接着聊2026年的另一个重磅炸弹，就是关于离境税和海外资产申报的联动。很多手里拿着绿卡，但长期在国内生活的空中飞人，或者是在美国退休后想回国养老的华人长辈，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国税局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现在已经和海关、边境保护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的数据库联网了。如果你在美国境外停留的时间过长，系统会自动标记你的税务居民身份，然后去核查你有没有按要求申报海外银行账户，也就是那个让人头疼的 FBAR 表格。如果你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总值超过5万美金，或者在特定情况下超过1万美金，而你又没有在税表里体现，人工智能就会通过你出入境的记录，结合你在美国境内一些不寻常的高消费情况，判定你有漏报的嫌疑。2026年的新规定是，国税局会大幅提高对未申报海外资产的处罚力度，罚款起步价就是1万美金，情节要是严重，甚至可以直接没收你账户里总金额的1半，这绝对不是开玩笑。我理解很多华人朋友辛苦一辈子，攒了点养老金，或者国内父母给了笔钱，想在美国安家置业。在过去，这类跨境赠与或汇款可能还有一些模糊地带可以操作，但到了2026年这个 AI 监管元年，每一分钱的进账你都必须有清清楚楚的来源证明。比如说，你收到国内父母汇来的钱，如果超过10万美金，一定要记得申报。虽然这笔钱本身可能不需要交税，但如果你不报，国税局的人工智能一旦抓到这个数据，开出的罚款可能会让你损失掉这笔钱的1/3，甚至更多，那真是哭都来不及。那么，面对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 AI 监管，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办？难道钱都不能存银行了吗？当然不是。我张涵在美国社会这么多年，深知这里的门道，我想给大家几条实实在在的建议。第一，就是合规规划，赶早不赶晚。从2026年开始，你所有的资金流水都必须有据可查。如果你在做点小生意，一定要把个人账户和生意账户严格分开。如果你还在用个人支付宝、微信收生意款，哪怕一笔就几百块钱，人工智能也很可能把你判定为潜在的偷税漏税者，给你贴上标签。第二，千万不要去挑战人工智能的智商，别觉得自己比电脑聪明，别再想那些分批存钱、蚂蚁搬家的主意了。如果你确实有大额现金需要存入银行，我建议你大大方方的一次性去存，只要你能说明合法来源，比如是卖了车、卖了房，或者是亲友的赠与，并且保留好相关证据，这远比你去拆分交易要安全得多。第三，一定要重视每一张国税局寄给你的税务表格。从2026年初开始，你可能会收到比往年多得多的各类通知和申报表，这都是 AI 系统自动生成的。收到以后，千万别扔在一边不管，一定要的一时间找专业的、懂行的会计师帮你核对。因为国税局现在的逻辑是，我发了通知给你，你不回应，那我就默认你认可了我的计算，可以直接从你账户里扣钱，或者给你的房产设置抵押权，到那时你就被动了。咱们华人老话讲财不露白，但在今天的美国，人工智能已经让我们的财富在国税局面前几乎变成了透明的。我这期视频说国税局疯了，其实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美国联邦政府现在债台高筑，他们急需要税收来填补窟窿，而人工智能就是他们手里最锋利、最高效的收割工具。到了2026年，这台巨大的机器就会全面开动起来。对于那些资产情况比较复杂的绿卡持有者，我建议你们在2026年到来之前，最好对自己的全球资产做一次彻底的税务体检，看看有没有漏报的账户，有没有没说清楚的赠与款项。一旦被 AI 系统锁定，你辛苦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你的绿卡身份，甚至你的个人信用，都可能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可能有人会问，张涵，国税局真的有这么大权力吗？我告诉你，在美国，国税局的权力有时候比 FBI 还要大。他们可以不经过法院的许可，就直接冻结你的银行账户。他们可以要求银行提供你过去好几年的所有转账记录。而到了2026年，人工智能会让这一切变得自动化、流水线化。以前一个查税官一年可能处理几十个案子，
现在一台服务器1秒钟就能分析几万个账户，大家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时代真的变了，我们不能再拿着过去的老地图去寻找2026年的新大陆了。我制作这期视频绝不是为了传播焦虑，而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希望大家能提前布局，心中有数。很多风险在它爆发之前，只要你懂法、守法，把该准备的文件准备好，都是可以化解掉的。就怕你还在用老思维蒙头大睡，觉得自己那点小流水没人看得上。结果等到2026年，国税局那封带着红色标记的信件真的塞到你邮箱里的时候，一切可就都晚了。尤其是那些在美国境内还经常使用支付宝、微信海外版进行支付和收款的朋友，你们要特别注意，从2026年以后，这类交易数据会更容易被纳入监管的视野。虽然这些平台是海外公司，但只要你在美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涉及到美金结算，国税局就有无数种方法和渠道拿到相关数据。所以我一直强调，现金交易、网络支付、跨境转账这3大领域将是2026年 AI 查税的重中之重。我们华人千辛万苦来到这片土地，求的是一份安稳，盼的是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必须遵守这里的游戏规则。国税局的规则虽然复杂的像迷宫，但并非没有路径可循。人工智能虽然冷酷无情，但它终究是基于数据和规则运行的机器。只要你的财务数据清清楚楚，你的纳税申报明明白白，人工智能就不会成为你的梦魇，反而能帮你过滤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接下来，我想花点时间跟大家再深入聊聊2026年国税局这套人工智能系统到底是怎么个运作原理，有哪些具体的数字是你必须刻在脑子里的。这已经不单单是$600还是$10,000的问题了。它背后牵扯着一个更深层的体系，叫做全面收入匹配计划。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在美国的上班族，或者经营着一家小店，你的收入来源可能多种多样，有公司发的工资，有投资产生的收益，有房子租出去的租金，甚至还有国内亲戚偶尔打过来的生活费。在过去，国税局的旧系统非常僵化，它只能做点对点的匹配。比如你的雇主报了你的 W2， 他就来核对你有没有报这笔收入。但对于那些没有第三方主动报备的收入，比如你私下教孩子钢琴赚的课时费，或者帮朋友搬家得到的一些酬谢，国税局以前是很难查到的。但到了2026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国税局的 AI 系统会接入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数据接口，这包括各大电商平台、网约车平台、房屋短租平台，甚至可能包括你每个月缴纳水费、电费、煤气费的记录。人工智能会利用所有这些数据，给你建立一个纳税人画像。比如说，系统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你每个月的用电量、用水量显示你住在一个面积很大的房子里，你名下的车辆保险费非常高昂，但你报税表上填写的年收入却只有$2万多。在人工智能的逻辑里，这种生活成本和申报收入的严重不匹配是违背基本生存常识的，它会自动触发警报，把你标记为生活方式与申报收入严重不符的异常对象。这种预警式的监管模式在2026年会成为一种常态，这就是我说的，国税局不再被动的等你犯错，而是主动出击，通过算法来推测你是否有漏报的嫌疑。这对于那些过去习惯性的压低申报收入，以便去申请政府各项福利，比如免费医疗保险、住房补贴的家庭来说，风险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如果你在2026年还想着一边拿着政府的补助，一边银行账户里悄悄流动着几十万美金的流水，那么 AI 系统会毫不留情地切断你的福利，并且追讨你过去几年可能不合规领取的所有款项，外加一笔让你肉疼的高额罚金。说到罚金，这确实是大家最害怕的部分。国税局的罚金计算方式可以说是非常严厉的。如果只是因为疏忽导致的漏税，罚金一般是欠税额的 20%。但如果被系统判定为故意欺诈，那罚金最高可以冲到欠税额的 75%。而在 AI 查税的大背景下，如果你存在隐瞒账户、虚报开支这些行为，系统很容易就会将其定性为蓄意为之。到那个时候，你要补缴的罚款可能比原本该交的税款还要多得多。我再着重强调一下银行流水自动上报的具体操作。
到了2026年，银行机构将被要求向国税局提供更加详细的数据包。以前银行可能只需要上报你的利息收入，以后银行很可能需要根据国税局的要求，上报你账户的年度总流入和总流出金额。虽然具体的法案细则还在打磨，但这个趋势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所以，如果你的个人账户在1年内流入资金的总量超过了1万美金，而这些钱的来源又不是你已知的工资或者有明确税单的合法收入，人工智能就会自动去调查这笔钱的背景。尤其是如果你在1年内频繁收到多笔几百、几千美金的转账，加起来总额有好几万，这在 AI 的识别模型里就是典型的自营生意或商业活动的特征。它会自动去核对你有没有申报相应的自雇收入。如果没有，那么对不起，一封查税信很可能已经在路上了。据估计，2026年国税局通过这套自动化系统发出的纠正通知可能会比往年多出几百万份。这里我要特别跟咱们华人社区的退休长辈们多说几句。很多老人家在美国领着社安金，同时国内还有一份退休金，或者在美国的子女会定期给一些生活费。在2026年的新环境下，这些钱的来龙去脉一定要做到透明。如果是子女给的生活费，最好是通过支票或者银行转账的方式进行，并且明确备注为 gift 的赠与，同时要确保每年赠与的总金额在免税额度之内。目前每人每年的赠与免税额是 1.8 万美金，2026年可能会有微调，大家要留意官方更新。如果你账户里经常有说不清来源的现金存入， AI 系统很可能会默认那是你的隐形收入，这会直接影响到你领取社安金、享受医疗福利的资格，甚至可能引发更深入的审计。还有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但极其重要的点，就是社交媒体。你可能觉得这很荒唐，但国税局的 AI 确实已经开始学习如何从公开的社交网络平台上抓取数据了。如果你经常在网上晒名牌包包、豪华度假、高端消费，但你的纳税申报却显示你是一个低收入者，人工智能完全有能力将这些社交媒体的图像和文字数据与你的税务档案进行关联比对。2026年，这种多维度的交叉验证会让税务欺诈行为几乎无处遁形。我知道，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感觉心情很沉重，甚至觉得像生活在某种监视之下。但这确实是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美国政府为了追回每年高达数千亿美金的税收缺口，已经动用了最强有力的技术工具。作为在这里生活、奋斗的普通人，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和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正面抗衡。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透明和规范。我想给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国内资产转到美国来的朋友一个忠告。在2026年之前，如果你确实需要进行大额跨境资金转移，请务必去咨询专业的、有经验的税务律师，切勿听信非正规渠道的建议，例如通过非正式金融机构，或者利用某些数字资产进行操作。我提醒您，在现有技术监管环境下，相关操作留下的记录可能比传统的银行转账更为清晰可循。数字资产的链上分析技术是当前税务部门系统的重点方向之一。只要你最终将这些资金转换为美元，并存入美国的银行体系，相关机构就有可能循迹追踪。对于在美经营餐馆、零售店或其他服务行业的华人经营者，2026年将是一个需要审慎规划的关键年份。如果你仍在沿用大部分现金交易，且未规范记录与申报，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逐步将经营方式规范化。如今电子支付已十分普及，一门生意如果绝大部分都是纯现金交易，这在现有的风险评估模型中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信号。通过现金交易可能少缴的税款，与经核实后可能面临的罚款、审计开支及专业服务费用相比，可能得不偿失。而且，一旦个人税务记录出现问题，未来在申请商业贷款、为亲属办理相关手续，甚至个人申请身份时，都可能遇到诸多困难。我们再看一下时间线，2026年1月1日将是相关系统正式全面启用的日期。这意味着你在2025年整个年度的财务行为都可能成为该系统首批分析的数据样本。也就是说，留给我们进行调整、规范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
从此刻开始，你应有意识地整理好每一份银行对账单、每一张生意收据、每一笔金额较大的支出记录。我深知许多华人朋友面对繁杂的数字和法律条文会感到棘手，但请记住，税务和法律是在此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你可以不擅长英语，但不能对基本的税务规则缺乏了解。相关机构不会因为不了解或不熟悉而免除责任。在技术驱动的审核体系中，判断标准往往清晰明确。这期内容我想传达的核心信息其实很简单，请务必审慎行事。相关机构投入大量资源建设的系统，目的就在于更有效地核查资产与收入情况。2026年，金融账户的透明度将达到新的高度，一定额度以上的交易自动上报将成为常态。大家可能会质疑，这是否涉及个人隐私？在美国，关于个人隐私权与政府税务监管权之间的界限讨论一直存在，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为了确保税收合规，相关机构确实被赋予了相应的权限，可以要求金融机构配合，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或许无法改变规则，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在规则内更好地管理自身事务。我想对所有在美奋斗的华人同胞说，我们不怕辛勤赚钱，也不怕依法纳税。我们最担心的是因信息不足、不了解规则而在无意中陷入被动。在这个技术赋能税务管理的新阶段，知识就是你最好的保障。不要等到相关通知送达时才追悔莫及。从现在开始，认真审视你的每一个账户，规范记录每一笔收入，让自己在2026年即将到来的税务环境中能够从容应对。关于即将到来的2026年，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细节，那就是对高收入人群的界定正在变得更为精细。以往可能认为年收入达到一定数额才算高收入，但在现有算法中，高收入不再仅仅是一个绝对数字，而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概念。如果你所在社区、所处行业，你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明显高于情况类似的其他群体，但申报的纳税额却较低，那么你就有可能被系统标记为需进一步关注的对象。该系统的运行逻辑是高效且严格的，它会分析大量数据，建立诸多精细的行业和社群模型。例如，一个在特定区域开设中餐馆的经营者，该行业的平均毛利率、人工成本占比、常规支出范围等，系统都可能设有参考基准。如果你申报的营业数据显著偏离行业的普遍情况，系统可能会判定存在疑问。2026年，这种基于行业基准的自动化审核将更为普遍。因此，我再次诚恳地建议，如果你是一位企业主，那么在2026年，你真的需要寻找一位可靠的、能适应新环境的会计师，不应再依赖那些不合规的旧方法。你需要的是能帮助你进行合规税务规划，能在系统审核逻辑面前为你构建一套完整、合理、经得起查验的数据记录的专业人士。因为在可预见的未来，税务核查将不仅仅涉及人与人的沟通，更关乎你的数据记录是否符合规范。此外，对于在海外拥有房产、有投资收入或有遗产继承的朋友们，2026年的全球金融信息交换机制将会更加成熟。虽然美国没有加入某些国际通用协定，但它通过本国相关法案，已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信息交换安排，要求境外金融机构向美国税务部门报告美国税务居民的账户信息。技术系统将会把这些从各地汇集而来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这就是2026年我们需要了解的现状，一个技术高度发展、监管日益完善的税务环境。听起来或许有些严峻，但从另一角度看，这也是社会走向法治化、透明化进程中的一步。对于我们这些一贯合规守法的纳税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一种保护，因为它有助于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但对于那些仍习惯于在合规边缘操作的朋友，我想说，留给你们进行调整、将账目规范化的时间确实不多了。2026年，美国税务管理体系将进一步提升其技术化水平。在技术辅助税务管理的时代，你必须确保每一笔财务行为都清晰可查，做到资金来源明确、去向清楚、记录完整。请务必牢记以下要点：达到一定金额的单笔现金或转账可能触发关注，不应将交易拆分以规避申报，此行为不符合规定。
来自海外的达到一定金额的赠与，需按规定向税务部门申报。系统会持续比对你的生活方式与申报收入是否匹配，一旦出现问题，你面临的将不只是补税与罚款，还可能涉及复杂的税务程序与个人信用影响，进而波及贷款、租房、求职等生活的诸多方面。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计划帮助子女支付购房首付的父母，房地产交易是税务部门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2026年起，系统将加强对大额房地产资金来源的自动化审核。若首付款来源不明或未按规定申报，系统可能在产权过户时即锁定该笔交易。请在资金进入美国账户前，提前足够时间准备合法、清晰的流水与证明文件。现实中已有多起因购房资金处理不当，导致家庭账户被关注，最终支付高额罚款的案例。在系统中，此类记录可能长期留存，因此在处理财务，尤其是大额资产时，请务必谨慎、谨慎再谨慎。